放下手吧，叫醒了麻木的脑瓜。今天我什么都能够放得下，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我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？潇不潇洒？快不快乐？去享受它。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，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。我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，如果真的有必要，那就将它赢家。喜不喜欢？潇不潇洒？快不快乐？去享受它。哎呀，你这个呆头鹅，要人家讲出想追求你，你才明白，多么难堪啊！我怎么知道？我就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一直想请我吃饭？哎呀，男人都是有目的的，要不然他才不会浪费金钱跟时间请你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。是这样的吗？那阿明哥也在追求我咯？当然啦，要不然那个鸡王会对你那么殷勤。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男人的投资呢都要有回收的。什么投资？那现在请你吃饭、逛街、看电影，等娶到你的时候呢，就要你煮饭、洗衣、卖鸡饭，还要陪他上床、生孩子，外加伺候他妈妈。最重要的是，连1分钱都不给你，那就是回收。啊，那么不划算呢、连菲律宾女佣都有薪水哦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要嫁给鸡王的话，我宁可你当女佣哦。三姐，你不要把他讲到一文不值了。如果他真的那么不好，那大姐为什么要把他介绍给四姐？大姐的目光短浅啊！不是，我知道的，大姐是怕我笨，怕没有人要娶我，将来会当老姑婆。照我看呢，当老姑婆好过当那些臭男人的免费女佣加性奴隶。柔柔啊，我们不要上男人的当。哎，不过不能这么说的。如果有好的对象呢，还是要嫁的，千万不要放弃任何的机会。我看你啊，还是答应跟那个男的去吃饭啊。三姐啊，你怎么知道那个男人是好对象？哎呀，现在当然不知道啦，吃了饭摸了底就知道喽。摸什么底？当然是摸家底啦，查查看他是做什么的，家里有没有钱，再分级啊。怎么分啊？那如果家底厚，表示家里有钱，兄弟姐妹又不多，将来呢没有什么人跟他抢财产。本身嘛有本事，长得一表人才，又卖相一流，语言幽默，又有文化修养，那就是 A。如果没有家底，本身条件不错的话，那就是 B。如果有家底，本身条件普普通通，那就是 C 啦。我不懂，有家底就是有钱，为什么有钱还是 C？哎呀，再多的家底交给一个蠢材手里呢，迟早会败光的。不过，如果你可以在他败光之前呢，抢一些老本，那就聊胜于无啦。如果不具备以上条件的那些男人呢，就叫 D 到 F。像鸡王那种啊，我是不会考虑的。阿明哥是 D 到 F 啊，那我也是咯。我每次读书的时候都拿 D 到 F 的，不像柔柔。柔柔漂亮又聪明，她有条件选 A、B、C。喂，听到了没有啊？还有，赶快放下书本，来，我帮你做肥收，让你容光焕发，迷人似水。看你这个样子呢，还是换一副隐形眼镜，然后呢，重新做一个发型。那还要不要穿 Wonder Bra？ 哎呦，你开窍了 ，Good girl。三姐啊，不要麻烦了，我都没有答应要跟他去吃饭。为什么？吃饭而已吗？又没有什么损失。对啊，为什么不答应他？你不喜欢他啊？不是啦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太紧张了，所以我就跑掉了。你为什么跑掉？哎呀，这招呢挺不错的，吊吊他的胃口，让他心更痒。你放心，他会再次出现的。不过这次呢，千万不要跑掉，要不然那个男的以为你对他没有意思，一去就不回头了。不回头喽，我都不想交男朋友的。
真的吗？不过刚才你不是说不是啦，因为我紧张，所以我就跑掉了，好像有点后悔啊。我哪有啊？哎呦，你看那张脸都红了。我哪里有？晶晶，你看看是不是脸红了？我看不到。哎呀，不用看了，当然是脸红啦，要不然为什么要遮住自己的脸呢？哎，苏丹女，我以为你不知情为何物，原来那份心里啊是多么渴望爱情啊！喂，谋杀你们！喂 ，Mr， 这可是女孩子的闺房啊，麻烦你下次呢高抬贵手，进房之前啊敲一下门行不行啊？哈？哇，真的是好心没好报啊！本来是想请你们吃一顿饭，没想到一开门就被你们训了一顿。啊，我看算了吧。喂，要请吃饭早点说嘛。那我收回对你所有的指责，表示深深的歉意。哇，你未免太现实了吧？你第一天认识李三姐啊，我一直以来都是那么现实的嘛。洋洋啊，为什么你忽然间要请我们吃饭呢？我明天要去警察学院受训了，所以想请你们吃一顿，帮我践行。不过呢，是我请，你们负责出钱。哇，原来要敲我们呐，还好没中计了。喂，你不要这么现实好吗？我快要为国效劳了，你也不意思一下。你看四姐跟吴姐都没反对。没办法了，都上了贼团，有什么办法？对啊，去吧去吧，小弟当警察，我们应该高兴吗？哎呀，当小警察有什么值得高兴的？小警察当了当，就变成大警察了哦。对吗？好了，少拍马屁了，走就走吧。哎，你们要去哪里呀？小弟请吃饭，可是我们出钱。你搞什么你？小弟说他要到警察学院受训，趁机敲诈我们哦。大姐要不要一起去？我看不了吧，大姐，你刚回来一定是很累吧？不然的话你在家里休息，我们帮你打包回来。哎呀，不用这样麻烦了，我跟你们一起去，走。怎么？我请啦。好，我们去吃饺子吧。饺子啊，不要了，我们去吃咖喱鱼头了。好啊好啊，我赞成。我没意见。我不反对。喂，不行，一定要吃饺子。我刚知道一个新开的饺子摊，很好吃的，不吃很可惜。我们走吧。走吧，随便啦。他做的饺子啊，又软又香，你们吃完之后一定赞不绝口的。喂，你把这个人说到天上有地下无，他到底是谁呀？连我们都要被你拉来这里捧他的场。其实你们都见过他的。大姐，你说会不会是天上会飞的那个？我猜也是那只啊。小慧，哎，小慧，你们来啦！大姐，那个不是饿了7天7夜的女人喽？大姐来了。大姐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哎，上次啊，城门你都关照，我真的非常感激。来，你们坐，我去做点饺子锅贴给你们吃。你们喝酸辣汤吗？酸辣汤呀，好啊，好喝。对不起啊，我们不吃饺子也不喝汤，我们要吃别的。大姐，你不用跟我客气的，我知道我有很多地方冒犯了你，那你大人有大量，就不要跟我计较啦。小慧在这里啊，跟你说声对不起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弥补我对你的歉意吧。大姐，坐吧。小慧真的是一番好意，她做的饺子真的不错了。大姐，来，这里坐，来，你们先坐，我去给你们盛酸辣汤喝。我来帮你。不用了，你陪你姐姐吧。没关系的。你看他，见到那个女人啊，好像失了魂这样。在家里啊，整天只会等着开口吃饭，哪里会主动开口说要帮你？大姐，那不是好吗？人家说啊，爱情能改变一个人，如果这个女人能改变洋洋，那也不错了哈。什么爱情啊？我看他是喝了他的迷魂汤了。哦，那待会儿你们千万不要喝迷魂汤啊，要不然呢，我们的魂被他勾走啊，哼，那就糟了。不是迷魂汤，是酸辣汤。闻到汤的香味了，很香，一定很好喝。你一辈子没有喝过酸辣汤哈？不说了啦。
这个女人啊，一看就知道不简单了。洋洋迟早啊，一定吃大亏的。大姐，其实我们对他的印象都是间接听来的，说他偷东西也没有证据，就这样给他下定论，好像对他很不公平啊。柔柔说的也有道理啊，你看他开档做生意，不像是去偷去骗的。不偷不骗，那媳婆为什么跑来我们家里大吵大闹？那八姑那几万块钱跑去哪里？你们看人呐，就整天只会看表面，人家对你们嘿嘿呀哈，你就说他是好人，你们迟早会被骗的。上次他可以在电话里面跟我大吵大闹，刚才你看，一看到我又拉手啊，又大姐前啊，大姐后，转得那么快，这种人那么假，你才要小心啊。大姐，这也有的解释的。如果他真的跟洋洋在一起，当然要讨好你这个大姐啦。不只是要讨好你啊，连我们他也不能得罪啊，要不然我们这些姑姑啊，将来可要给他一点好受的。什么姑姑？你不要说的好像他们一定会结婚这样吗？哎呀，你看洋洋那一副一往情深的样子，过几个月如果他宣布要跟他结婚，也不奇怪吗？他敢？哎呀，你又不是慈禧太后。不过只要你说我老佛爷说的话，谁敢不听啊？哎呀，每个人都笑双脚发软的。你们看，他们哪里相配？那个女的一看上去啊，至少比洋洋大好几岁啊。没关系啦，反正现在很多女的都比男的大，他们还是在一起啊。来了，哦，人家来试试看我的酸辣汤。来试试看，很香啊，又酸又辣，好喝好喝。我的汤啊，本来没有那么辣的，不过我听洋洋说，新加坡的人呢喜欢吃辣的，我就加了点辣油。大姐，我听洋洋说你的厨艺是1等1的。不敢当。你卖的椰浆饭啊，听说是全新加坡最好吃的。像你这样的名厨，一定要给我点建议，看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改进的。可以了，还不错，只是咸了一点。是啊，现在新加坡人呢很注意健康的，以后不要煮得那么咸啊。好，我一定记下来。你慢慢喝，我去做饺子给你们吃啊。我还帮你。不用了，你陪你姐姐喝汤吧，喝完了呢，你再帮他们盛。还有啊，你要多吃一点的，明天就要去受训了，不知道要吃多少苦。喂，老兄，这个是酸辣汤啊，不是糖水啊，说的那么甜。我就是想笑，不行吗？那不要说我这做大姐的要泼你冷水啊！谈恋爱是1-2年的事，结婚呢是一辈子。你要笑一辈子哦，不要只是笑1-2年啊！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哦，明白了。潇不潇洒，快不快乐，去享受它。好吃，好吃。大姐，你觉得味道怎么样？还不错啊，来呀！谢谢谢谢。小慧，你听到了没有？我大姐说你的饺子很好吃啊。哎，我只是说还不错，可以，什么没有说很好吃啊？知道了，你说的不错，就是真的好吃吗？大姐，谢谢你的鼓励，那我一定再接再厉，做出更好吃的饺子。来，再吃再吃。够了够了，我们吃不下了。你们的胃口怎么那么小？以前在我们国内啊，吃饺子都是论斤吃的。你们是不是跟我客气啊？大家都那么熟了，千万不要客气啊！再吃再吃。我们真的很饱了，不能再吃了啊！是啊，我也是吃很饱了。不如打包喽。对呀，打包回去吃啊。洋洋，你去把饺子打包回去给他们吃。好吧。全部多少钱？大姐，不用了，都说好请你吃的，怎么可能收你们钱呢？不行不行，你是开档做生意的吗？我们哪里可以白吃？够吗？不好不好，我不能收了。那
小杨，你没有跟大姐说我是请他们过来吃饺子的吗？哎呀，我大姐说的对，你刚开单做生意，不能这也请那也请，就收下吧。不好啦，大姐你不要跟我客气啊，要不然以后都不敢叫你们来了。好啦好啦，既然你哎呀，既然我大姐那么坚持，你就收下吧。啊，来。那谢谢大姐，还有3姐、4姐、5姐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回去吧。拜拜，谢谢你。拜拜。做梦，不要回家咩？你们先回去，我帮小慧收拾一下。这个洋洋啊，真的是失了魂。他真的是帮外人帮了出脸呢，好像很怕那只乌鸦会吃他亏这样，赶快叫他把钱收起来。那个女人啊，真的是够假，明明是要钱的，还在那边假假的推来推去。大姐，是你要小慧收钱的，还一直把钱推给她。他如果真的想不要收，就算我再怎么推，他也可以不要拿的吗？你说对不对？而且那50块钱还一去不回来，那找钱都可以省了。大姐，算了啦，小慧她也请我们吃不少东西啊。那几粒饺子还有酸辣汤，就要50块钱咩？他不会去抢。大姐，我请你吃红豆冰。做梦，你还吃不饱？不是，让你哭当一下吗？好呀，我们再去吃别的，走。我大姐的嘴啊很挑剔的，她既然说你的饺子好吃，那就是真的好吃哦。我看你大姐不是怎么喜欢我。怎么会呢？我大姐的人就是这个样子呢。她对不熟悉的人总是冷冷淡淡，不过一熟起来，她就对你热心到不得了啊，好像一家人一样。你这些话应该留着跟你以后的女朋友讲。你不支持我的女朋友吗？你要这样想，我也不能阻止你。但是什么啊？算了，不说了。喂，说来听听啊。不说就不说嘛。我有东西要送给你。那。什么东西？可以拿出来看吗？当然可以呀。我记得你跟我说过，你很容易生病的，受训的时候多穿一件衣服，不会那么容易受凉呢。我是不是很啰嗦，像老妈子一样？什么老妈子？说到自己那么老。那我是比你老吗？不当老妈子，总当得了你姐姐吧？怎么了？有人生气了？你不必故意说这些话来拒绝我吗？一下子要说不说，一下子说老妈子，一下子说要做我的姐姐。不是这个意思，是你想歪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哎，这边，洋洋，明天你还有受训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没关系啊，还早。不要老是在我这里耗时间，被大姐知道会不高兴的。回去啦。好，我回家去打电话给你哦。走了，回去了。你来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呢？我刚刚到一间公司去应征，顺便过来看看。你要换工作啊？我想往金融业发展，读了这么几年书，拿一张商业文凭，总希望有大展拳脚的机会吧。我看你啊，整天在读那些什么金融啊、投资啊，我就知道你总有一天会往那方面发展的。资本主义社会要创造大量的财富，至少从事这一行才能取得成功。你这里生意还好吗？还不错啊。你一个人还忙得过来吧？当然忙不过来了，不过啊，请人要给薪水，到头来白白忙一场。那个年轻人是不是才能过来帮你忙？你说洋洋啊，他倒是经常过来啊，不过人家有自己的工作，不能让人家老是耗在这边吧？我看他好像做得蛮心甘情愿的嘛，而且好像很开心哦。你不用拐弯抹角来跟我说这个，我早就跟你讲了，不管他怎么看我，我只当他小弟弟一样。没有那么小吧？你们两个最多也相差2、3岁，好像距离没那么远吧？像我这样的人啊，还是不
不要误了人家，而且我还要像八爪一样缠着你不放。你不怕我拖累，你就缠着好了。我有事要跟你商量。什么事？我找了一个房屋经纪。你要买屋子啊？是啊，自己买屋子总比每个月交房租要好。何况我们现在又不是供不起。我们？是啊，我们注册结婚，这样呢就可以一起供房子。你不喜欢呢？我看迟点再说吧。如果你没有意思的话，那就算了。你怎么不说话？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嫁给那个鸡王耿耿于怀，是不是？你不相信我没有跟他上过床，你一直瞧不起我，觉得我配不上你，是不是？我根本就没有这么想过。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只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其他的我都不去想。好吧，那再等一等，等你换了工作，安顿下来再说吧。我好像闻到酸辣汤的味道了。怎么样，老板娘，来一碗吧。这个酸辣汤啊，是适合新加坡人口味的，我再另外煮多一碗给你啊。好吧，那我来帮你了。小心，小心！晶晶姐姐，你好吗？我很好，你是谁？我还没有名字，我等我的主人给我取呢。你的主人是谁？我的主人就是你呀，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你把它修好了。嗯。哇，你好厉害啊！那从现在开始呢，你就是它的主人了。你花了那么多时间才修好它，真的要送给我啊？嗯，我一直很想送你一份礼物，可是我又没钱。但是我真的很想送你一份礼物，表示我对你的心意，所以我把它修好了送给你，希望你在寂寞无聊的时候有它陪伴着你。来，试试看。那，怎么了？你对我真好，真的很好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眼睛酸酸的，很想流泪。想流泪就流啊！我怕你吓我。好，我不看你。
主人，你不要气馁，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。我看很难了，小新2号。为什么呢？过了今晚，就可能不能再来了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我照小新的话告诉大姐，说我这几个晚上都是出来补习英文，可是大姐好像怀疑了。哦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她说我今晚回去的时候，她要考我到底学了些什么，到时候一定穿帮的。主人，你不用担心，小新先生一定能够帮你的。那我现在开始教你英语，让你回去就可以交差了。这里都没课本，你怎么教？不用课本，我们先由手开始。手，英语叫什么 hand 那手能干什么？拿东西啊。英语又怎么说呢？ dig thing You have 5 fingers. You use your hand to pick things up. pick things up. I know. Other than picking things up, you can also use your hand to express something. Like this. 这样啊，这是什么 This is love. ？Love. I love you. I love you. 文慧，我好想你哦！啊，这些日子你到哪去了呢？啊，你不要走！如果你走的话，我怎么办？啊！我们已经来了1个星期了，都没有人理睬我们，说不定他们把我们当2个傻子。现在不只是2个，而是3个了。对啊，3个傻子。晶晶，你知道吗？在这个世界上，有很多发明都是先由傻子想出来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会有飞机吗？是因为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出现了一个傻子。这个傻子在想，为什么鸟能飞，人却不能够飞呢？于是他就给自己装上2个翅膀，尝试像鸟一样的飞。虽然有很多人讥笑他，而且最后他也失败了，但是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学飞的人呢。你想想看，要不是这个傻子，后来的人就不会发明飞机了。人呢，一定不能够轻易放弃希望的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不能轻易放弃希望。你站这里。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对不起，我可以再看看我的剧本一下吗？How do you read this？ 勇气。勇气。OK，I can start now。记得，你不只要讲对白，而且要给角色注入感情。What's 注入？没关系啦，你就照你的理解演吧。开始了。文辉，这些日子你到底去了哪里？你知道我好想念你吗？这些日子如果没有你，这些日子我如果没有你的话呢？你知道我的，我 What's next？ Next。监制没有 next 了，全部都 audition 过了。唉，今天没有收过啊，监制怎么办？哎呀，惨了！这部戏怎么开工呢？不用急，
一边吃饭一边再商量吧。哎呀，清纯少女，清纯少女，难道新加坡有400万人口，竟然找不到一个清纯少女吗？我最记得有一场戏，那个女主角就是中山美穗，她好思念她死去男朋友，她就跑到雪山上，大地一片白茫茫都是雪，可是她就望着远远的地方，大声地喊着：“我好想你啊！”可是前面只是一片白白的雪，她不管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喊着：“我好想你啊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。”最后，他跪在地上，伤心地哭了，好感人。我每次看到这一场戏的时候，也会哭。怎么了？小新，我很紧张，我真的很紧张。不要紧张，要是你觉得紧张的话，就深呼吸。来，跟着我一起做。怎么样？好一点了吗？可是我一定不行的。一定不行的。不，只要你告诉自己，我一定行的，一定行的，这几行对白一定难不倒我。我跟小新2号都会支持你，加油啊，主人！他可以了吗？可以了，他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走吧。进去吧，我跟小新2号会在外面为你打气 ，OK？你站这里。你可以开始了，别紧张，就当我们不存在。开始了。哦。吴文辉，我想你好吗？不对了，再来一个。吴文辉，你想我好吗？你好想我，不对不对，你想我，你好想我。我怎么那么笨？为什么那么笨？我好想你啊！我好想你啊！我好想你啊！你不要那么激动好不好？我为什么那么笨？为什么我生出来就那么笨？晶晶，你看着我，你看着我，你还没有失败，你还可以再来过。只要你想有一天你要成为里面的演员，你就一定能办到的。没用的，他们给我吓怕了，怎么还会要我？小新，我不应该再胡思乱想了。像我这么笨，怎么可能当什么演员？我还是乖乖的到我大姐那边帮她卖那西冷猫好了。算了，我不难过，回去吧。明天我们不来了。
的 ，OK？ 他现在不要了，你把酒拿走，拿走，拿走。他还没还钱呢。钱给你啊，走开。喂，洋洋，你干嘛这么晚不回家，跑到这边来喝酒？你怎么回事嘛？你再叫我就不理你了。喂，真是的。洋洋，喂，洋洋，你怎么了？你起来啦！喂，你不要这样孩子气好不好？不要再说我孩子气好不好？好，我不说。小薇，你不要嫁给那个男人，你不要嫁给他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都听到了。小薇，我爱你，我真的爱你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不要你嫁给他，我不要，不许，不可以。好，我不嫁了。那你嫁给我吧。你喝了这样醉，我说你回去了。我没喝醉啊，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莫洋洋要娶你小慧，我要你做我的老婆，我要你跟我结婚，你嫁给我吧。好，我嫁，可以回去了吗？起来啦！现在播报本地新闻，明天就是大选的提名日，所有的候选人。干嘛关电视？有大选新闻呢，给我。屁呀！你不是答应我说不要管大选的事吗？哎呀，听一下新闻总该可以吧？过了明天你爱怎么听就怎么听。姐夫，二姐最了解你了，你看了之后心痒痒，说不定还是跑去提名的。大选就让人家去选个够好了，你整天吃饱没事做，那么空闲呐？好好的去想一想，接下来怎么好好的过日子吧。大姐，关心大选就是关心接下来的日子。不用你关心了，每次选出来议员不是医生、律师，就是奖学金得主，这些人呢自然关心我们的。你看是不是？新加坡人就是像你这样啦，没头脑，人家叫你选谁你就选谁，医生、律师、奖学金得主，他们就一定比我田大娃好吗？他们有没有来过咖啡店喝咖啡啊？有没有听一下我们这些小市民的心声呢？不选医生、律师，难道选你们？算了，我睡觉。晶晶啊，你不是说你去补习学英文吗？那你学到什么？不就是学英文咯？什么英文？说来听听啊。This is a hen. A hen has 5 fingers. 谁不懂？连幼稚园的孩子啊都懂了，你就是去学这些啊。哎呀 ，Please leave me alone, OK？ 哇，他做什么啊？竟然叫我 leave 他 alone 呢？如，叫他出来。算了啦，大姐。是啊，大姐，说不定她姨妈来，心情烦躁。他大姨妈来，我大姨妈也来，我才烦呢！我整天还要担心啊，不知道又会惹出什么事来啊！一定是洋洋回来的，来了啦！洋洋，干嘛啊？快点来帮我，快点！他只是喝醉酒而已嘛。这么喝这么多酒啊？你为什么带他去喝酒？他明天还要去警察学院受训的，你还要让他喝到醉醺醺回来？大姐，我再不好也不会这样对洋洋的。我告诉你们一件喜事，我们要结婚了。哎呀，你要跟谁结婚？当然是跟小慧一起结婚嘛。小慧答应嫁给我了。嫁进去房间，嫁进去房间。小慧真的是神经病，小慧不像话。大姐啊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等一下。到底是什么事啊？为什么洋洋会这样说？他只是说醉话罢啦，不用那么认真吧？别的醉话不说，就说这些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洋洋他心地好，喜欢帮助人，可我不想他的好意被人家利用啊。大姐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像我这种人呢，在你心目中根本就不是人，而是一只乌鸦。乌鸦呢，就要守守本分，吃别的剩菜剩饭呐，最好连啊啊的叫声都不要，免得让别人的耳朵不清净。放心吧，
我不会害洋洋的。不过我话要说在前头啊，如果是洋洋他自己一头撞上来的话，我也没有什么办法。我走了。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一倒下去就睡了。整个家我最担心就是洋洋还有晶晶，一个呆一个吃，怎么说也说不通。我只有一双眼啊，我看不了那么多，你们3个帮我看住啊。哦，大姐二姐，我们先去睡了。晚安。哎，玲玲，进来一下。我今天去了银行提了2万块，拿着吧。姐啊，我暂时不需要用到这些钱。你这个人呢，就是这样，想太多了。你一下子嫌那边的租金太高，一下子又嫌这边地点不好，你这样子的话，永远不要做生意了。那些钱呢，你先收下吧。你找到适合的地方，你就先住下来，就算租金贵一点没关系的，不要再拖拖拉拉了。姐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们都很支持我，我也绝对不是在吹牛车大炮，我真的要好好出来竞选，跟他们斗一斗。哎呀，不过我的家人他们都不支持我。哎，不过你放心，我是可以不理会他们的感觉的啊。哎呀，不过那个13000块钱的保证金我要向谁要？老张啊，不如这样吧，你们帮我去筹集，又或者帮我先垫上，我就不相信我的票数不够，保证金会被充公。喂，老张，这些老家伙一提到钱就跟我说拜拜。大华，大姐叫我们不要再拖拖拉拉啦。她说找到好的摊位呢，就租下来做生意。大姐说的也是没有错的，做生意呢难免会有风险的，哪里有包赚不赔的生意？你说对不对？喂，那天呢，我不是在牙龙看到那间店呢，租金是贵了一点，不过啊，地点真的很好的，我很想把它租下来。你有钱吗？有啊，大姐刚刚给我们2万块。不如这样吧，明天呢我们就去看那个摊位，如果还没有租出去，你又喜欢，就把它租下来咯。小新，你怎么还在这里？大姐就来了。你在做什么？哦，我昨天在后巷里看到一个被丢弃的电脑，所以我就把它扛回来。你要像修好小新2号修好它。我想试试看。哎呀，这是电脑，不是玩具，快收起来了，要不然大姐回来就惨了。没关系了，什么都得试一试嘛。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天亮了。你整晚都没有睡觉啊？没有。怪不得你眼睛那么红。你昨晚也是没睡啊？因为你的眼睛也是红红的。还好啦，我帮你收拾东西，你去公园睡一觉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啊，不用了，那天你给我的10块钱，我都还没用完呢。你不要那么省了，你们男人应该吃多一点的。快走吧，大姐要来了。哦。小心啊，你要小心警察。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晶晶，早啊！吓死人了你！哎呀，其实我全部都看到了，你在店里偷偷藏了一个男人，而且这个男人还是罪犯，对不对？那是什么话？听来有点傻。那是一种亲密的话，你怎能不知道？哎呀呀呀，那感觉不差，紧紧相
都醒了，麻木的脑瓜，确定我什么都能够放得下。我快乐密码没想象中